当晚待萧初然回家之后，叶晨便跟他说起明天要与陈泽楷出一趟门的事情。由于在普通人眼里，陈泽楷就是白金汉宫的老板，所以萧初然还以为叶晨是要去帮陈泽楷看风水。虽然他对叶晨刚回国就要出去看风水有些心疼，但叶晨声称已经与陈泽楷约定好了，他便也没做阻拦。翌日一早，叶晨便与陈泽楷一起飞赴位于华夏西南的贵省。由于叶晨通过老太太的名字断定老太太家世并不简单，所以在飞机起飞之后，他专门给万破军打了个电话。电话接通，万破军恭敬地问道：叶先生，您有什么吩咐？叶晨开口道：破军，我需要你详细跟我说一说，当日我们在墨西哥解救了那些受害人之后，那位老太太的状态和表现。万破军道：回叶先生，当日大巴驶离现场之后，连夜前往美墨边境，我们在那里打遍了边检，大巴车开进美国之后，这些人才陆续醒过来。说着，万破军又道：当时醒过来的人都不记得当晚发生了什么，发现自己身处大巴车上，情绪都比较紧张。我们的将士就跟他们做了解释，在我们的话术里，我们是一个国际慈善组织，与其他慈善组织不同的是，我们不擅长捐款捐物，而是擅长以暴制暴。我们在掌握了疯狂华雷斯犯罪集团的证据之后，对他们的巢穴发动了突然袭击，才解救了这些被疯狂华雷斯犯罪集团控制的受害人。叶晨问他：这些受害人相信吗？万破军道：这个我不能100%保证，但绝大多数人是相信的，毕竟我们也确实是解救了他们，只是有些人对自己记忆缺失有些不太理解。我们的将士谎称我们进攻疯狂华雷斯的时候，为了尽可能避免交战时产生误伤，所以使用了含有麻醉剂的催泪瓦斯。这种催泪瓦斯有一个副作用，就是会让人产生记忆缺失。叶晨称赞道：这个说辞很好，对不懂的人来说也有很好的说服力。对，万破军道：这些受害者基本上都能接受这个说法，不过您重点关注的那位老太太，她的表现比较奇怪。叶晨问道：奇怪在哪？万破军道：在我们没给出这些解释之前，所有人都对记忆缺失很紧张，但老太太似乎一点也不担心，一直都很平静。叶晨听到这里不禁皱了皱眉，他不由暗忖老太太当时在大巴车上醒过来的时候，不但失去了记忆，还丢了祖传的手镯，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不紧张慌乱，可他却是唯一一个从头到尾都很平静的，莫非是我隐藏他记忆的时候出了问题？想到这里，叶晨眉头紧锁。自从掌握了灵气以来，他使用灵气隐藏别人的记忆，给对方催眠从来都没有失败过。他不太相信这老太太能免疫自己的灵气，但听万破军的描述，似乎又确实有些不太正常。看来这些问题只有等到见了老太太之后才能有结论了。于是叶晨又问破军：当日在抵达美国之后，你们是怎么安顿这些人的？万破军回答道：叶先生，在他们醒过来之后，属下就安排人记录了他们每个人的身份信息，由于他们的护照都被毁了，所以我就让人帮助他们联系大使馆补办证件，然后为他们购买了回家的机票，还给了每人$3000的应急现金，一个个都送上了飞机。说着，万破军又道：不过老太太和她的儿子是个例外，这2人是属下安排万龙殿将士亲自护送回国的，而且一直将2人送到了家。负责护送的将士在临走时，遵照属下的嘱咐，给老太太和她儿子留了10万块钱的现金，但老太太坚持不收。属下想着您曾说过回国后要去看他们，所以便没让将士坚持把钱给他们。我明白了。叶晨眉头微皱，心中虽有不少疑虑，但一切谜团也只能等到见了老太太之后才能解开。经过3个小时飞行，飞机在贵省遵怀落地。2人刚刚抵达，叶家在贵省的负责人便已经按照陈泽楷的要求
提前开了一辆高性能越野车在机场外等候。这次两人要去的地方位于蜀南山区，路途多有不便，叶晨便打算与陈泽凯一同自驾前往。除了两人之外，不带任何手下随从。拿到越野车后，陈泽凯负责开车，叶晨坐在副驾驶。两人在蜿蜒的山区中穿梭了将近5个小时，才终于抵达一个位于深山脚下的村落。然而，这个村落并非叶晨与陈泽凯的目的地，他们要去的村子在半山腰的悬崖边上。由于地势陡峭，上山只有一条陡峭的山路，除了摩托车之外，没有任何车辆能爬得上去。好在山路虽然难走，但距离并不算远，两人身强力壮，爬起这种山路根本不在话下。于是在走了1个多小时的山路之后，两人来到了一个坐落在半山悬崖边上的小山村。这个山村颇为破败，绝大部分的房子都是黑漆漆的木质建筑，房子老旧，而且年久失修，似乎是极少见到陌生人到这里来。村头几个坐在一起聊天的老者，在见到两人走到村口的时候，都感觉颇为惊奇。村口的几位老人中，叶晨并未看到当日那位老太太。好在陈泽凯从万破军那里拿到了万隆电匠士制作的影像资料，知道从村口走哪条路能到老太太的家中。于是两人虽是第一次来，但还是轻车熟路地找到了老太太居住的宅子。叶晨与陈泽凯清晨出发，此时却已是傍晚时分，院内已然飘起阵阵炊烟。2扇斑驳的木质院门此时只是虚掩起了大半，刚好能看到院子里有人从做饭的草棚下面走出来，从院子另一端的柴火垛里抱出一把树枝与木柴。叶晨认出此人正是老太太口中的幺儿，是他4个儿子中唯一长大成人的一个。此时老太太的儿子并未看见门外站着的两人，他抱了柴火又往回走。叶晨这时候敲了敲虚掩的木门，开口问道：“请问是江南乔江奶奶家吗？”对方站住身形，用蜀的口音问道：“你是哪国？”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